这里在刚规划的时候是使用中国古代4大美人来命名的，分别有西施路、王昭君路、貂蝉路和杨贵妃路。后来新加坡人就觉得怪怪的，就改成了4美街1、2、3、4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苏珊。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新加坡 Tampines 的4美。4美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是处于 Tampines 的南部，所以它以前有一个更直接的名字，叫做 Tampines South。下毛毛雨啊，我们赶快找地方避雨。年底的新加坡就是这样，雨季嘛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里的一个商场，叫做 East Point。刚进到来这一层楼，满满都是连锁的餐厅。好巧，刚进来这一层楼全部都是吃的，连锁的快餐店，连锁的 cafe。感觉这一间商场就是超大型的 hawker center。我现在来到 B1， 就是1楼再下一层，也是全部都是卖吃的。我们现在来到了2楼。刚刚大致绕了一下，发现哦，这里好多选择哦。不管你是要韩式、日式、西餐、中国餐，还是新加坡本地的，都有。我们来吃个西餐，这一间叫 Buddy Hoagie's Cafe and Grill， 它刚好有一个午餐的特别套餐。我们今天就点个西冷牛扒，然后它可以选 side， 选2个，就点一个 baked potato， 还有一个 baked rice， 然后可以选酱汁，我们就选这个 brown sauce。这个 brown sauce 是英国的传统酱汁，酸酸甜甜的，然后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吃海南鸡扒的时候啊，经常会配的那个 HP 酱，也叫洋酱。然后可以选熟度，我们点一个5分熟吧 ，medium， 然后它是用 QR 点的。现在因为它是做午餐的特别套餐，就是每一个星期1到星期5的11点半到下午4点，它都会送你1份汤，还有一个面包。汤可以选蘑菇汤，然后我选的这个是意大利人的杂菜汤。有点像 ABC 汤啦，就是意大利人的家常汤，它主要是用番茄的汤底搭配其他蔬菜去制作，然后还会有一杯水，这个是 ice lemon tea， 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它其实很像意大利面酱，就是番茄酱的，然后把它煮成汤，很浓的番茄汤，有点像 ABC 的味道。好快，不到5分钟，我的牛扒也上来了，但是这个面包还没有吃。这看起来是 garlic 的酸香面包，先来一个不沾酱啊。就是你一般去吃意大利面的时候，他们会给的酸香面包，松软松软的。来一个沾了点杂菜汤，我还是喜欢原味。它的桌子上有配了一些调味料，这个是盐、胡椒、番茄酱跟辣椒酱。先试试看它的牛扒，它这一块是西冷的部位，然后带了一点筋，它的筋还算好切。这是没有酱汁的，筋的部分有一点点难咬，肉还算可以。其实我感觉它应该做到7分到8分熟了吧，试试看点个酱。一般上你吃海南鸡扒，它给的酱类似，但是这一个它的酸甜味没有那么重，比较淡一点点，还可以。还不错。其实我里面最好奇的是它这个烤饭，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基本上就是白饭跟这红色的应该是胡萝卜吧。来一口，它的烤饭的味道其实蛮像鸡饭的，
只是少了鸡饭的一个鸡的油香味，偏比较多洋葱的香味。我们看一看烤的马铃薯，剥开西片，里面可以看到整颗的马铃薯是没有削皮的，然后它烤了之后切开，中间放的这个是牛油，还撒了一点胡椒粉在上面。吃着有一点像烤番薯，有一点像阿嬷平时做的那一种蒸木薯，然后就直接拿来吃的感觉。完食，我点的那一份牛扒加上税务的话，一共是21块钱，性价比还不错。如果你今天想吃个扒，可以来试试看。我刚刚查了一下，它在新加坡的很多地方都有分行。好，我们接着去下一个地方。整体的环境看着有一种80年代美国餐厅的感觉。All good. Thank you. 挺有礼貌的，在柜台付钱的时候还会问我你的体验如何？食物还可以吗？接着去下一个地方，不得不说，又是牛扒，又是饭，又是马铃薯的，吃得挺饱的。哦，这里有一栋麦当劳独立的建筑物，在新加坡这个地皮那么贵的地方，第一次看。停雨了，要来到这一栋 East Point 商场其实还蛮容易的，因为它隔壁就是4美的 MRT 站。路过一个蛮有特色的咖啡店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它对面是一个俱乐部，好酷哦！好像只有3个档口。皇朝肥熊跟马来档吧。这个天气刚刚出来的时候还天气晴朗了，一下子就乌云密布了。还真的是下雨了。这里有牵牛花，那里也有。那句谚语怎么说来着？牛迁到北京还是牛？不对，是迁到新加坡还是新加坡？记得上一次看到一个新闻是有一家印度人，他们竟然把牛养在了他们的 HDB 里面，太牛了！现在经过一个类似小超市的地方，有卖一些杂货，有鸡蛋，然后有一些饮料、零食，卖手机壳的、手机相关的产品。这里有理发店、面包店。最近在新加坡经常看到榴莲大甩卖，猫山王买2送1。自从来到了新加坡就很少看到Giant了，都一直看到是 Fair Price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Giant。这个 Pick 的柜子挺方便的，上次我在虾皮买过东西，然后他就把包裹放在其中一格，然后他就寄来你的手机，给你一串号码，就按 Collect Parcel， 把那个号码打进去，按打勾，相应的柜子就会打开，你就可以取出你的包裹，然后盖回去。它大概有限制在5天内要取了，还挺方便的。这里为什么会叫做4美呢？原因其实是因为以前这里有一条路叫做Jalan Subi，然后在重新规划的时候，他们就直接把这个地区沿用了这个路名，而Subi它在福建话就叫做4美。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有些路名可以用新加坡的4大美人来命名，像范文芳路郭基利路郑秀珍路林香平路
小时候在电视上经常看他们演戏哦，非常的漂亮。现在我来到这一间我在网上看过，蛮特别的，它是24小时营业的日本拉面店，在新加坡蛮多分行的，我们来试试看。这个外表看着有点像来到日本的感觉啊。这间日本拉面店其实也是在 East Point 这一间商场里面，不过它比较靠外面的门口。这里是使用点餐机来点餐的，我们来看看有什么。你好，你好。这里吃tonkotsu就是豚骨，豚骨就是用猪骨熬的啦，所以汤底都是白色的。我们就点一个跟它店名一样的拉面吧。刚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它的 Kids Meal 就是儿童套餐，有送宝可梦卡。最近这里真的是太火了，有种去到日本的小小间的拉面店的感觉，座位都小小的，很可爱，位置小小的，挺可爱，真的有一种来到日本吃拉面的感觉。我之前看网络上好像有一个地方是去日本一定要去吃它拉面的，有机会我们去吃吃看。这间拉面店叫做 Takagi Ramen， 据说它的创办人是一名日本人，名叫做 Takagi， 蛮有自信啊，用自己的名字来做店名。然后我点的这碗拉面是经典的豚骨拉面，就是你经常吃的拉面的其中一种。它的面条是这一种的，细细长长直直的。然后汤底是这一种白色的汤底，它给我们的汤勺挺大个的汤勺，你看，超大片的一片猪肉。这碗是7.9块，没有任何额外的收费。试试看它的汤底，好浓好香的猪骨味哦。你看它的汤上面还漂浮着很多的油花，非常浓郁的猪骨肉香味，然后喝了之后嘴唇会附上一点点的油，好像涂了润唇膏这样。试试看面条这种面条看起来有点像面线，有没有？口感也蛮像面线的，咬下去它的面的表面会有一点点黏黏的感觉。在它的取餐处那里有一些配料可以拿，我拿了一点红姜丝，很解腻的姜丝。它的姜丝腌得偏咸，然后咬下去有微微的姜的辣味跟香味，很解腻。来一片肉，瘦肉比较多的猪肉，很香。可惜它肉有一点点的柴，但是它的肉香味很香。我刚刚比较好奇的是这个 Dakana。我去搜了一下，它叫日本的酸菜，就是腌制的芥菜。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傣炊啊，它切了拿去腌。我原本以为它叫酸菜，应该会有一点点酸的味道，但是没有。它吃下去有点像梅菜干，但是没有甜味的。它是有腌了辣椒油，所以咬下去咸咸辣辣的，蛮特别的。来了超大片的猪肉，这个价位还有这个猪肉性价比满满。很厚耶，它的肉。顽石又是一间性价比很高的拉面店，它在新加坡有很多分行，所以你们想吃拉面有经过可以进来试试看。然后我觉得这里是矮人的天堂。整间店没有什么交流的，我就坐在这里默默吃，然后他的员工就在里面默默的做。刚刚吃完发现碗底有这个我的经典结语：顽石幸运。他这里也有写说，
它的面是手工制作的，它的豚骨汤是熬制12个小时以上，然后猪肉也是用了12个小时来制作，名副其实啊，好吃，推荐啊！还可以 refill 面条，太饱了，我就不 refill 了。四美这个地方给我感觉很像，它其实原本就是一个住宅区，然后旁边就因为住宅区的居民有了一些需求，所以他们就建了商场，然后有杂货店，然后有咖啡店，还有看到一些 clinic 诊所这样子，挺宁静的一个地方啦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我是苏珊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